假如能有再一次选择的机会的话，我希望可以更早接触到机械毒。原因是这样，对我来说啦，机械毒的核心第一是监测。假如我国中第一次用洗面乳的时候，就知道可以观察拍图看显微变化的话，或许就没有像刚才肉眼的需要那么大面积的爆发长痘。各位书接小事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摩羯座的皮肤科医师，只讲科学证据的宋伟医师。今天呢，因为在年前的嘛，我们就请了财神先生来跟各位讲一下脂漏性皮炎跟青春痘这样。院长好，今天我是心软的财神爷，让今年看到这影片的人都能轻松钱滚钱。剩下的院长帮我想一下。可以，我们就这样子。肾去配。各位记者大家好，我们今天很高兴找到财神，知道财神今天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就要问为什么财神要看皮肤科？你一开始，汉森为什么一开始你会来到这里？是这样的，之前每到冬天，我的鼻子两侧和眉间都有红红的一片。那有先去家里附近的皮肤科诊所看，那医生看到用肉眼就看了一下，就叫我到外面拿类固醇药膏回去擦。不得不说，效果是真的好，1-2天红就褪去了。那也因为血管收缩，皮肤变白。我在用洗面乳洗完脸后，都会时不时擦一点，薄薄的，让维持一段时间。那主要的引爆点是在2020年下旬的时候，我有去医美诊所打雷射缩小毛孔。就在结束第3次疗程后的几天，我脸痒到睡不着觉，起来照镜子发现整脸全脸泛红、脱皮，还有干掉的组织液。隔天下午，我有回去医美诊所找医生咨询。那医生也是用放大镜看了一下，就开3天的口服药以及更强效的类固醇软膏给我擦，起初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随着药擦得越频繁，发作时间间隔却越来越短，就像不倒翁一样，只要没擦药，症状就上来。印象那时躺在床上很难过，时不时都会有发痒的念头，又不好意思抓，就只好时不时打自己的脸。想用痛感盖过抓痒的欲望，那睡不着觉嘛，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搞错了，再来。就到 YouTube 查询类固醇戒断的影片，刚好右边推荐影片看到院长多年前关于类固醇急性肿胀快速舒缓的影片，那隔天早上就跟公司请个假，打电话预约来这边咨。好，所以问一下，你一开始擦类固醇到医美诊所打那次，这样多少时间？约1年半至2年。所以你擦1年多到2年这样。是。好，了解。刚刚汉生讲的那一段，我给各位看一下原始的图啊。这个原始的图，其实他刚刚描述里面有一些很有趣的是标准的皮肤科看法。脂漏性皮肤炎的标准看法是肉眼，然后在眉间就印堂部位跟鼻侧有那个脱皮性的白屑就是大家看到的情况很清楚。那当时他来的时候，那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法令纹，就是鼻侧这边，你可以看到这其实有一些组织液还蛮清楚的，有组织液的状态。然后呢，比较有趣的是，你可以看到它的这是其他地方，像这个地方没有组织液的地方，它的脸颊的那个青春痘不是青春痘，就是毛孔其实是堵塞。那在这里我要跟各位解释一下我们知道的脂漏性皮肤炎脂漏性皮肤炎在传统皮肤科是一种疾病，一种单独疾病。可是我们在肌肤监测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情况是，刚刚汉生在讲里面他有一些描述其实是符合的第一个，他第一次发作脂漏性皮肤炎原因不明嘛，对吧？那脂漏性皮肤炎因为是皮肤炎，所以给类固醇治疗，在皮肤科也是标准治疗这个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它是标准治疗。但是我们在做肌肤监测的时候发现，如果你的毛孔塞住，也就是我们看到这里的毛孔塞住以后，它的皮肤的代谢有问题，以至于它的油脂分泌不好，那水的分泌也不好，因此它的那个整个皮肤的乳化膜代谢有问题，然后这时候残余的那个角质才会形成皮屑，然后才卡在这里。那这个就是我们初步的脂漏性皮肤炎出现所以从传统皮肤科医师的看法来说，我们看到的是眉间鼻子附近有那个角质的脱屑。可是从肌肤监测的角度看过来，我们反而发现那个角质脱屑是毛孔堵塞以后的次发性结果。OK， 刚刚那个汉生财神在讲说整个故事的时候，其实他有讲到一个很有趣的名词，叫做
那个类固醇戒断或者叫类固醇禁断，对吧？那类固醇戒断跟类固醇禁断其实是一个蛮辛苦的过程。我们请财神跟我们解释一下他当时经历了哪些事情。一开始来机制的时候，个案师先叫我停用洗面乳、保养品和药品，只用清水洗脸。那脸上干掉的组织液，则叫我定时用油软化移除。那当时我心想，一只用清水怎么可能洗得干净？再者，用油不是会让症状软化吗？不过我想说，极致能开业10余年，在20余年哦，20余年，搞错了，再来。能开业20余年，在治疗上肯定有一把刷子，所以我回家的路上就买了罐橄榄油，大约每10分钟能辅1次油，一天能补个50至60次，且干掉的组织液在软化的过程中顺利移除，很是神奇。那我也因为没有继续压制皮脂腺嘛，所以很快的就迎来第一次大爆发，脸上长满痘痘。个案师在线上都有耐心说明说这是正常现象，叫我继续用油白敷、油敷跟定期大敷面，降低不适感。当然，他们也都知道说第一次爆发在界友心中有非常大的恐惧感，另外还有家人、朋友以及同事的不谅解压力。所以他时不时就会主动询问我说：“操作方法有没有做确实？”另外也会根据当天的症状来做调整。最后甚至好像也有在下班时间分享一些其他界友的故事，让我知道我不孤单。那后来疫情爆发嘛，每个都要戴着口罩，我用油白敷真的很不方便。那个案师就有利用一些我的工作条件及经济能力，搭配一些产品闷敷，维持表皮柔软。各位记者大家好，我们现在又来到了我们的证据时间，我是宋涛哈。这个是老梗，你们大概听不懂。先看一下它的来的图哦，这个是我们刚刚看过的这个图，就是它的那个鼻子旁边的脂漏性皮肤炎嘛。那比较有趣的是这样，我跟各位讲一下哦，就是虽然它擦了1年多的类固醇啊，但是它的代谢很有趣，它的那个类固醇禁断情况其实并不是很严重。你会发现它后来慢慢发展出来，其实是青春痘啊，它主要是以青春痘做表现。然后随着青春痘过去以后，你可以看到另外一段的那个代谢是长这样子哦，就是它的那个鼻侧的脱皮慢慢变好，可是青春痘也稍微改善，然后最后就变成一个帅哥哦，虽然本来就很帅这样。那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对，财神一定要点头。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它的情况其实从鼻侧的脱皮哈，一路来到整个皮肤的干净哈。那这个部分很重要的是，我们用证据给各位看，刚刚那是肉眼，现在看武士灯，你看。武士灯的部分很清楚哈，你看它本来就是鼻侧有一些白白的脱屑嘛，然后随着它的整个表皮的清除哈，然后代谢整个角质的代谢，然后就有一些脏东西上来，然后慢慢代谢越来越多，到最后一张图看起来，它其实角质还在持续代谢中，因为人类本来就会代谢角质，可是你可以发现它整个皮肤的情况已经结构变得比较干净、比较完整。然后再来我们比较骄傲的证据时间哦，你们可以看到这是它一开始的脸颊，我们刚刚看到那张青春痘的图嘛哈。然后随着那开始，它纹路开始出来，然后有些颗粒开始代谢出啊，那慢慢的那些皮肤也开始柔软了，然后所以本来从没有纹路变成有纹路，又变没有纹路，然后颗粒开始出来，到最后纹路出来，然后颗粒也慢慢代谢掉。虽然没有很完美哈，但是你看真皮图就更清楚哈，就你看本来有一颗黑黑的，一颗一颗，对不对？然后后来这些黑黑的就变小，然后慢慢代谢掉，然后到最后第3张图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的黑黑的已经比较消失了。第4张图甚至所有黑黑的都变白，就它的毛孔里面的角质酸基本上溶解。那随着它的角质酸溶解，它的皮肤代谢清楚，它的那些角质也慢慢溶掉。换句话说，我们回到我们刚刚 Chapter 1讲的地方哦，就是它本来是因为塞住毛孔，然后角质没办法代谢，所以产生所谓的脂漏性皮肤炎。可是事实上，你不一定要治疗它所谓的脂漏性皮肤炎，你只要把它毛孔通畅了，它就可以去溶解角质。溶解角质以后，它的那些鼻子的脱屑就消失了，所以你看到的治疗其实是它的毛孔通畅以后的结果哈。跟这个比起来，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些一颗一颗的，然后脏脏黑黑的东西都变比较透明哈。然后单纯来看它的法令纹故事就更清楚哈，就你可以看到它脏脏的，然后有组织液的东西，然后到后来，事实上有些长久的伤害，比如擦类固醇，它的血管增生是跑不掉的，但是那个可以慢慢修复啊。这是它的鼻子嘛，你可以看到它的纹路至少比较好一点啊，然后这些黏黏的东西不见。因此，在财神的治疗部分，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话做一个总结。我们发现脂漏性皮肤炎的某个原因哈，是不是全部原因我不知道哈，但是至少某个原因是因为你角质堵塞造成。
换句话说，你要治疗脂漏性皮肤炎，你不一定要治疗脂漏性皮肤炎，你把毛孔通畅，让它能够出油、出水，重建自然的酸性保护膜，然后让它天然畅通，它的那些代谢的角质，它的那些堆积的角质就会干净了，然后干净以后，它皮肤的发炎就会减少。这是我们对脂漏性皮肤炎提出的另外一种治疗方式。实在话，院长，我想补充，假如能有再一次选择的机会的话，我希望可以更早接触到肌介毒。原因是这样，对我来说啦，肌介毒的核心第一是监测。假如我国中第一次用洗面乳的时候就知道可以观察拍图看显微变化的话，或许就没有像刚才肉眼的需要那么大面积的爆发长痘。就这样。好，所以你看，很少有那个来宾，他今天是神格，他才敢这样抢医师的话，这样。我们下一段再来修理他。好，来到故事的尾声哦，那病人至少到生活上临床完全痊愈嘛，就是舒服了，没有脂漏性皮肤炎的问题。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财神对于后来者有什么建议吗？实在说，我来极致的初衷仅仅只是为了类固醇戒断所带来的反应。但踏上肌介毒这条路，让皮肤开始治愈修复后，我获得了2项原始的初始技能。第一就是原本我每小时要用张吸油面纸的我，也因为毛细孔堵塞物渐渐排除，开始治愈修复后，反而正常开始出油，脸上反而感受不到油腻感，就像有吃了口服 A 酸的功用，却不需让肝脏承受风险。再者，像吃完饭或跑完步后所造成的泛红，也因为随着每次的长痘，退红速度越来越快。那比起抗痘药啦跟洗面乳，我觉得类固醇更是2、3岁的婴儿可能脸上有一些奶疹就有机会的接触到。但你知，院长知，善财童子也知，要适量擦。何谓适量？吃下肚的食物，我们可以借由血压器、体脂机来量测评断。同样的，我们要利用皮肤计定期拍图，观察显微变化。最后，当皮肤显微结构变化逐渐正常的时候，就是好事。那当皮肤显微结构逐渐消失的时候，就是坏事。最后，希望看这部影片正在承受类固醇戒断的你，知道有极致这个大家庭能够提供协助。谢谢大家。好，说到极致这个大家庭，跟各位讲一下。刚刚汉生在讲里头有几个故事的哈。第一个就是，当你的皮肤能够自然出油出水，形成天然酸性保护膜的时候，你的那些觉得油腻的情况，其实是被你的酸性保护膜溶解。好，所以你的皮肤会正常控油，不需要使用一些控油的东西啊，这第一点哈。第二点，你的皮肤在堵塞的时候，就好像鼻子塞住了，你去跑步，当然会觉得喘不过气来，面红耳赤嘛。那鼻子通畅以后，你就不会面红耳赤了。所以其实不一定要用消炎的药，你只要让皮肤恢复正常，它也会退红。我想汉生主要讲这个。那我们有大家庭的意思是，因为我们在网络上有戒友群，你可以在里面询问任何东西，然后我们都很认真回答。那今天非常感谢财神来到我们人间，我们决定送一个红包给财神，谢谢各位，谢谢院长。马上就要过年了，我们希望有看到这集的朋友，你可以点赞、订阅、分享，然后我们就祝你身心愉快、身体健康，这样。愿今年看到这影片的人可以早点财富自由，早日退休。谢谢大家。